族长大人，属下会跟随孔征小友一同进入百炼场内，绝对不会让他做违反我百炼场规矩之事。族长大人尽管放心。顾炫义也是继续为孔征说情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既然此事是关孔是天族后辈安危，那我今日就破例一次，允孔征小友进入百炼场。不过，是否能够拿到那百炼翡翠石，可还要靠孔征小友你自己。护镇一族族长对孔征说道：“族长前辈放心，晚辈定然不会让您失望。”见护镇一族族长应允，孔征脸上那自信之色越发浓郁。随后，孔征便在那护炫一的带领下离开此处，前往了百炼场的入口。族长大人，为何您如此肯定那孔征无法拿到百炼翡翠石？孔征走后，护镇一族的一位长老对其族长问道。与此同时，其他长老也是纷纷将好奇的目光凝聚而来。百炼翡翠石的确非同寻常，这也是护镇一族之人所好奇的事情。百炼翡翠石放在那里已有多年，无论是我护镇一族，还是下界的修炼者，都无数人想要取下那百炼翡翠石，然而可曾有人成功过？护镇一族族长不答反问的说道：“的确无人成功。”众位长老纷纷点头，表示赞同。心有好奇者大多是小辈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实力不济。属下明白了，那百炼翡翠石虽然已经失去了封印之力，但终归是远古封印石，并非凡物，所以除非修为达到一定境界，否则还是无法所以的撼动它。那位族长说道：“非也。”护镇一族族长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莫说是你们，就算是我，也无法撼动它。”族长，那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听得族长这样说，众位长老皆是颇感惊讶，随后则越发好奇了。身为护镇一族的人，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族长的实力。这位守护百炼场的族长大人，可是一位真仙强者，只不过他终年只守于此处，并且为人非常低调，所以百炼凡界不知道他的修为。但是族长的强大，虽然外人不知，但是这些族人却是非常了解的。所以，如果连他们的族长大人都无法加撼动那百炼翡翠石，那便说明这与修为无关，而是另有原因。百炼翡翠石非处世天族之人难以撼动。护镇一族族长说道：“处世天族。”听得此话，众人神色一变，他们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这样来看，怕是真的没有人能够撼动那百炼翡翠石了。此刻，众位长老纷纷感叹起来。虽然这百炼场是处世天族所造，而在这百炼凡界之内，也有着诸多处世天族的小辈在修炼，但是那些小辈皆是傲气冲天，一个个的都觉得百炼场不过是一个培养废物的地方，所以莫说有人会进入其中，就连百炼场他们都懒得过来。而他们护镇一族之所以世世代代守在此处，其实就是当年受处世天族一位高人的恩惠，所以才担当起了如此重任。因为当年的恩惠，护镇一族的人对于处世天族的人是有着特殊感情的，只是奈何处世天族的人却看不起他们，视他们为走狗，为奴仆，甚至不屑与他们见面。百炼场的大门已经开启，而伴随孔征进入的却不止护炫一人，跟随着孔征的有着足足20几人，而他们的修为都很强，尽皆是半祖巅峰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其中竟没有一个5祖级别的高手。而之所以没有5祖高手相随，并非护镇一族没有5祖级别的高手，更不是5祖级别的高手不愿陪伴孔征，乃是因这百炼场特殊的力量与限制，除非是在这百炼场内将修为从半祖提升到了5祖者，否则5祖强者皆是难以踏入百炼场。炫义前辈，那楚风不会也能进来吧？在百炼场的大门关闭后，孔征对护炫仪问道：“孔征小友，尽管放心，我已经交代好了，不管那楚风怎么哀求，他都休想踏入百炼场。”护炫义说道：“炫义前辈办事，晚辈安心。您既然这样说了，那么那楚风便绝对无法进入此处了。”听得此话，孔征得意的一笑，他就算用再多手段，也绝对进不来。护炫义说道。听得护炫义这样一说，孔征脸上的得意则越来越浓，随后竟然不管其他，发声大笑：“楚风，你一个无依无靠之辈，在百炼凡界凭什么和我斗？现在你就尝到苦头了吧！”然而就在孔征得意满满，觉得胜利在望之际，楚风却与马月、田毅二人快速地向那百炼翡翠石所在的方向行去。而一路走来，楚风也是从二人的对话中得知，他们乃是来自同一个下界，并且青梅竹马，年少之时已是恋人，如今早已结为夫妇。对于他们，楚风是羡慕的，同时这也增加了楚风对他们二人的好感。毕竟修武世界，利益至上，如他们二人这般纯粹的感情也同样少见。这一路上都听你们在说报仇之事，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路上，楚风好奇地问道：“前辈，我娘子天资卓越，修炼速度极快，来到此处后，很快便成为了百炼场这届修炼者中的佼佼者，更是迅速爬到了百炼榜第3名的位置，并且已有了争夺百炼榜第2名的实力。所以在做好了准备之后，我娘子便向百炼榜第2名的周宗之发起了挑战。然而这周宗之非常的卑鄙，竟向我娘子下毒，导致我娘子实力无法正常发挥，从而当着所有人的面将我娘子打成了重伤。”田毅向楚风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娘子身上的伤和你娘子体内的毒都是那周宗之所为？”楚风问道。“就是这样的。”田毅说道。“你们既然知道是下毒，为何不向护镇一族的人反映，反而躲起来偷偷疗伤？”楚风好奇地问道。“那周宗之乃是来自辉夜下界的人，而辉夜下界是诸多下界之中最强的一个，几乎每年百炼场内最强的几人都是来自辉夜下界的，所以久而久之，护镇一族对辉夜下界的人非常的青睐，更是关照有加。我与月儿的榆树下界与辉夜下界简直无法相比，在此之前就已经遭受了多次不公平的待遇，甚至有些时候不仅不会得到帮助，反而会受到惩罚，所以就算反映了也是没用。”说起此事，田毅很是无奈，想不到在这里
也是如此的不公平。楚风摇了摇头，听得此事后，对着所谓的护阵一族颇感失望。修武世界之大，简直浩瀚无边。然而无论身处何地，有一点却是不变的，那就是无论在哪里都没有绝对的公平可言。以及此事，那马月也是苦笑一声，而他这苦涩的一笑，充斥了太多的无奈与悲伤。只是从他的笑容中，楚风就仿佛楚风看到了他们在这百炼场内所遭遇到的所有不公平。那叫周宗之的家伙，此人应该是位男子吧？楚风问道。周宗之的确是男子，身为一个堂堂男儿，居然对一名女子做出如此事，他当真是猪狗不如。田毅咬牙切齿地说道。的确，楚风点了点头，心中对那周宗之也是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印象。楚风最厌恶的几种人之中，就包含了欺负女子之人。若是正常交手，倒也罢了，可是竟然向女子下毒，而在下毒之后还下如此狠手，当真是卑鄙到了极点。因为楚风曾亲自为马月疗伤，所以他能感觉到马月的伤势虽然是体内的毒最危险，可是那将他打伤的人也是下手极狠，简直就是想索其性命。由此可见，那个周宗之真不是什么好鸟，真是卑鄙无耻，太不要脸。楚风连本女王都看不下去了。此刻，女王大人双手掐腰，撅着小嘴，很是愤怒地说道：“我的女王大人，可有指示？”楚风笑嘻嘻地问道。他看出来了，女王大人对那周宗之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印象，而女王大人与楚风不同，她若是对一个人产生了不好的印象，往往是要付出行动的。楚风，若是马月田毅夫妇无法对付那周宗之，你就帮他们把那周宗之收拾了。”女王大人说道。遵命。楚风爽快地应下。其实就算女王大人不说，楚风也正有此意。不过说到底，也是自己实力太弱，我们怪不得别人。若是我们拥有前辈的实力，连这百炼场都能随意出入，自然也不会受他们欺负。那马月看向楚风，眼中涌现出了浓郁的崇拜之情。其实我也是偷偷潜入，若要我与护阵一族抗衡，我也不敢。听得此话，楚风淡淡一笑，随后补充道：“另外，你们两个还是不要称呼我为前辈了，感觉有点怪怪的。毕竟我的年龄还远不如你们大。”什么？您的年龄还不如我们大？听得此话，马月与田毅皆是一惊。难道说您真的还只是一个小辈？惊讶过后，马月与田毅一同问道。其实他们也能够看出来，楚风的年龄还很小，可以说得上是小辈中的小辈了。而正是因为楚风年龄太小，可实力太强，不符合他们的见识，所以他们才觉得楚风的年龄可能是假的，都觉得楚风伪装了年龄，真实年纪要比他们大得多。楚风点了点头。当楚风承认之后，二人更加惊讶了，因为在楚风这个年纪便拥有如此成就，当真是超乎了他们的想象。扪心自问，他们在楚风这个年纪还很弱小，百炼凡剑果然非同小可。我们当初还真是坐井观天，今日见到前辈您，我们也算是开了眼界了。田毅与马月感叹连连。其实我并非百炼凡界之人，我也是来自下界，只是阴差阳错之下，我未能进入这百炼场而已。楚风笑着说道。你竟然也是来自下界之人？这一刻，田毅与马月已是瞠目结舌，被楚风这一句句实话给吓得不轻。敢问您是来自哪个下界？您该不会也是来自辉夜下界吧？而一番思考之后，马月与田毅竟然有些慌了，毕竟诸多下界之中最强的便是辉夜下界。来到此处后，关于辉夜下界强者的消息，他们二人已是听了不少。而楚风如此年纪便有如此实力，除了辉夜下界，他们实在是想不到哪个下界还能培养出如此厉害之人。我若来自辉夜下界，又岂会不认识那个周宗之？楚风苦笑着摇了摇头。对，是我们糊涂了，您怎么可能是来自辉夜下界？见楚风否认，二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随后问道：前辈，那不知您究竟是来自哪个下界？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不过你们一定要保密。楚风说道。前辈放心，我们一定保密。若今日将前辈之话传出去半个字，我们夫妇二人便不得好死。马月与田毅不仅答应，竟然还对天发誓。见二人如此真诚，楚风也不再隐瞒，而是如实说出了4个字：祖武下界。什么？竟然是祖武下界？听得此话，二人顿时脸色大变，那个反应竟比之前还要震惊得多。看来你们听说过祖武下界？楚风笑着问道。的确听说过一些，只是百炼场内关于祖武下界的说法实在是……看来百炼场内流传的说法也并不属实啊。马月与田毅皱着眉头说道，显然有些话他们不好说出口。其实不用你们说，我也知道，祖武下界多年来未曾有人来到此处，想必在此处的人没有人会看得起祖武下界，都觉得那是废物聚集的地方。楚风笑着说道。其实这件事不用马月与田毅说，楚风的父亲就曾明确地告诉过楚风，只不过毕竟楚风是在祖武下界长大的，祖武下界对他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，相比于这浩瀚天外，祖武下界更像是楚风的家乡，所以实际上楚风也不愿意听到有人说祖武下界的不好。如果可以，他想以祖武下界之人的身份为祖武下界证明。是啊，这里的人的确都看不起祖武下界，但是今日一见，我们终于知道祖武下界的厉害，那里不愧是命运始祖出生的地方，想必也只有那样的下界才能出现如前辈这样的英豪。马月说道。你们也知道命运始祖？楚风颇感诧异。命运始祖的传说，我们在榆树下界之时就曾听说过，只不过关于他的传说太多，版本多有不同。不过在这里，似乎大家都认为命运始祖就是来自祖武下界的。马月说道。前辈，您来自祖武下界，您应该知道关于命运始祖更多的是吧？田毅很是好奇地问道。而当他提起命运始祖的时候，无论是神态还是语气，都充满了崇拜之意。由此可见，命运始祖的影响力非同小可。在我们那里，命运始祖的事也只是传说，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好妄言。另外，
你们两个真的不要叫我前辈了，叫我楚风即可。楚风笑着说道。好，就听前辈的。二人恭敬地说道。然而此刻，楚风只是无奈地笑了笑。楚风的实力远在二人之上，又因楚风是仙袍界灵师，这给马月二人的印象可是非常利奥的。就算楚风说明自己是前辈的身份，却也无法改掉马月与田毅对自己这恭敬有加、不敢亵渎的态度。所幸楚风也不在这个问题上多说，而是一边闲聊一边继续赶路。在田毅与马月夫妇的引路下，楚风三人终于接近了百炼翡翠石所存放的地方。只不过还未靠近那里，马月便与田毅停了下来，不仅小心翼翼，并且还非常警惕。前辈，您是仙袍界灵师，定然掌握着极为厉害的观察手段，您可否观察一下那里是否有护阵一族的人在？马月对楚风说道。原来他之所以与田毅在此处停留下来，其实是害怕那里有护阵一族的人守护。楚风也不迟疑，天眼运转，便向前方观察而去。其实此刻楚风距离前方的距离还有段距离，莫说寻常修武者的眼力，就算界灵师的特殊手段也未必看得到。但是在天眼的面前，一切却都变得清晰起来。那是一座祭坛，这祭坛不是很大，却很是星号，也很精致。至于那百炼翡翠石，就摆放在这祭坛的中心，它为碧绿之色，西瓜大小，一眼望去就真的只像是一块翡翠石，除此之外看不出任何奇特之处。然而不知为何，这看似平常的百炼翡翠石却能够给楚风一种特殊的感觉，就仿佛有着某种特殊的力量牵引着楚风的血液一般，并且在这祭坛之外还聚集着几百号人，而这些人的修为都在半祖境。而从他们的装扮，楚风能够猜测到这些人应该都是来自各个下界的修炼者。为了确保安全，楚风又向远处以及四周观察，均未发现护阵一族的人，这才放下心来，再度将目光投向了那些人。敏锐的观察力告诉楚风，这些人举止亲密，更像是同伙，眼下聚集于此，应该是在谈论着什么。而在天眼之下，一切尽显。楚风不仅能够捕捉到这些人的一举一动，通过观察他们的口型，就连他们在说些什么也能被楚风了解到。而眼下这些人在讨论的事情，竟与马月和田毅有关。周大哥，我们真的仔细找了，几乎将这百炼场翻遍了，但就是找不到马月和田毅他们两个，也不知道他们究竟逃到哪去了，还不会向长老们求救，被长老们带走了吧？有人担心地说道。不可能，哪怕马月天赋不错，可在长老眼中始终是废物，怎么会管他的死活？有人立刻否定这一可能。按理来说，那马月受了伤，应该走不远才是。田毅还真能藏，竟然将马月藏得如此隐秘，那又如何？周大哥的毒可不是田毅能解得了的，这倒是事实。毕竟周大哥可是我的偶像。这几百号人都围着一个男子，溜须拍马，为首是瞻。而这名男子年龄与田毅相差不多，都有着几百岁的年龄。不过他并没有将面容伪装成中年男子，而是伪装成了一个青年男子的模样，并且这个模样很是英俊。若是他天生如此，那也就罢了。然而楚风却看穿他这英俊的外表是假的。此人本来面容长得极丑，丑到令人作呕，而明明长得那么丑，却还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如此英俊的年轻男子，足以说明此人是多么的虚伪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此人的修为并非如马月田毅所说，乃是3品半祖。事实上，此人的修为乃是4品半祖。周大哥，为何当日您不直接在与马月对决之时就将其斩杀呢？有人问道。傻了吗？当众对决的规矩你又不是不懂，只可击伤，不可斩杀。而当日长老又在场，我若将其斩杀，就算长老有意护着我，我也难逃责罚。周宗之很是不悦地说道。是我愚钝，是我愚钝了。那位说话之人赶忙道歉。众位弟兄也不用担心，当日我忌惮那马月，是因为我与他修为相同，可现如今我已成功突破，成为了4品半祖，那马月就算伤势治好，也无法与我匹敌，他将永远只能被我踩在脚下，直到这百炼场的大门打开。那个时候，我将被强大的宗门选为真传弟子。至于马月，就算待遇不差，可也注定要低我一等。提及此事，周宗之得意洋洋。那是一定的，一个来自榆树下界的废物，凭什么与我周大哥相抗衡？没错，那榆树下界可是众多下界之中最垃圾的一个而已，而我们周大哥可是来自最强的辉夜下界。单凭这个身份，那马月也休想与我周大哥平起平坐。众人说道。不对，你们可说错了，最垃圾的可不是榆树下界，而是祖武下界。忽然有一个人纠正道。那祖武下界多少年没有人来到此处了，如今恐怕已经不存在了吧？就算存在，也是一群废物的聚集地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众人心情大好，讽刺榆树下界的同时，竟然连祖武下界也未能逃过一劫。由此可见，祖武下界怕是他们茶余饭后经常用来嘲讽的对象。前辈，那里可有护阵一族的人守护？就在楚风认真观察之时，马月的声音在其耳边响起。没有，不过你的敌人们可都在那里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楚风笑着问道。示意马月报仇的时机到了，早就做好了。马月此话说完，顿时眼眸闪烁，长发乱舞，他的气息也是随之变化，一层紫色的气体自其体内身体散发而出，如火焰一般将其围绕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气息也是随之变强。天赐神力，这马月乃是一位天赐神体。不仅如此，楚风还能清晰地感受到，这马月竟然具备着逆战2品的战力。也就是说，马月的真实修为虽然是3品半祖，但是此刻的他怕是寻常的5品半祖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这马月则却算得上是一位天才。在马月向前掠去的同时，田毅也是怒火冲天的紧随而去。至于楚风，自然也跟了过去，毕竟他非常清楚，如今的周宗之不是马月能够对付的，所以
他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马月他们吃亏。周宗之，你个卑鄙小人，竟然对我下毒，你简直卑鄙透顶！马月来到祭坛之前，怒吼一声，便直接出手。他手握半成祖兵的紫色长剑，向前一指，顿时风云变化。他直接施展出了天境武技，由此可见，他是清楚周宗之的实力，所以不想浪费时间，想要一击制敌。而那天境武技的武技，似乎融合了马月的天赐神力，化作了一道紫色的旋风。旋风不高也不大，可却威力不凡，震动八方。此一刻，祭坛之下的大部分人都是神色巨变，面露惊恐，不由自主地向那周宗之的身后退去。然而，那周宗之却是胸有成竹，只见他手臂轻扬，袖子淡淡的一挥，一股磅礴的武力顿时凭空而生，竟然硬生生的将马月的天境武技给化解开来。这一刻，莫说马月，就连田毅也是目瞪口呆。毕竟他们二人可不知道，这周宗之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名4品半祖，而这周宗之无论是战力还是手段，都不弱于马月。同等修为之下，都能与马月一战。如今修为高出1品，自然不是这周宗之的对手。怎么，很惊讶吗？你们一定没想到，我的修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吧？周宗之笑眯眯地说道。莫非是护镇一族的奖赏？马月问道。因为他记得，在与周宗之对决之时，由护镇一族主持进行了一场赌约，只要二人谁能够胜利，就可以得到护镇一族的奖赏。而那个奖赏对于天赐神力来说，有着巨大的好处，无论是马月或是周宗之得到，都足以让他们突破1重修为。周宗之能够如此短的时间内突破到4品半祖，除了获得那个好处，马月想不到其他可能。你猜对了，周宗之笑眯眯地说道。与此同时，那笑脸之上还挂着满满的得意。可是那奖赏起码要在10日后你才能得到，你怎么现在就已经突破修为了？马月问道。如果是你赢了，自然要10日后才能得到，毕竟你是榆树下界的废物，无论修为如何，都是长老们眼中的垃圾。可是我是谁？我可是来自辉夜下界的天才，既然我赢了，又何须等上10日那么久？提及此事，这周宗之脸上的得意之色越来越浓。护镇一族真是有失公平，他们不配守护这由处世天族创造的百炼场。此刻，马月气得大吼起来，那声音异常响亮，震颤的天地为之颤动。然而，此等声音之中所传达的却是2个字：失望。你说对了，此处的确不公平，不公平到了我现在杀了你，也没有人会处置于我。你们2个出身卑微，皆是贱命一条，我想杀便杀。周宗之此话说完，便身形一纵，向那马月飞掠而去。扑面而来的恐怖力量，让马月与田毅皆是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。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周宗之的对手，索性便没有做无谓的抵抗，而彼此牵着对方的手，同时闭上了双眼，做好了受死的准备。只不过在他们2人的脸上却挂着不甘之色，怕是要让你失望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楚风的身影却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了马月与田毅的身前。你是什么人？见到楚风，那周宗之也是神色大变，被吓了一跳。滚！然而楚风只是一句话，顿时一股磅礴的武力自其口中喷发而出。那武力虽是无形，可是对周宗之来说却是无法对抗的恐怖。的一声，那周宗之便被击飞开来，狠狠地撞在了那祭坛之上。这一刻，莫说周宗之本人，就连他的那些狗腿子，一个个也是吓得面色惨白。他们不知道楚风是谁，可是他们却能够从周宗之此刻的惨状想象出楚风的强大。周宗之与祭坛相撞，祭坛虽然丝毫未损，可这周宗之却是身负重创，莫说身体被撞得血肉模糊，就连内伤也是极重。他连续爬了几次，竟都跌倒在地，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可见他受的伤是有多重。前辈，您……突如其来的一切让马月与田毅也是一脸的惊讶，他们并没有想到，只是一面之缘的楚风竟然会替他们出手。什么前辈？眼见着马月与田毅叫楚风为前辈，众人更是吓得不轻，因为简单的一句前辈，便透露了楚风与马月、田毅2人的关系。这位可以口吐一个字便将周宗之打成重伤的人，乃是马月与田毅的靠山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莫非你来自榆树下界？此刻周宗之也慌了，毕竟他在这里对马月和田毅做了如此过分的事，眼下若真是榆树下界的人来到此处，怕是不会轻易的放过他。楚风环视一圈，淡漠一笑，说道：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我并非来自榆树下界，而是来自祖武下界，竟是祖武下界。然而楚风此话一出，众人更是如同被雷击了一般，毕竟祖武下界可是传说中的废物之地，怎么会出现如此厉害的家伙？然而尽管震惊，他们却是深信不疑，因为他们想不到什么理由会让一个人说自己来自祖武下界，毕竟来自那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看着众人那震惊的模样，楚风的嘴角再度扬起了一抹笑意，他就是要让这些家伙对祖武下界刮目相看，而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没用的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楚风却将目光投向了周宗之身旁的一个人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被楚风凌厉的目光锁定，那位顿时吓得瑟瑟发抖，连说话都变得结巴起来。我说你刚才发出的求救信号根本就没用，此处已经被我用结界封锁，你们谁都别想求救。楚风轻描淡写的说道。听得此话，那位发出求救信号的家伙顿时被吓得瘫坐在地，随后又努力爬起，对楚风磕头作揖：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他被吓坏了。事实上，不仅他被吓坏了，楚风这明察秋毫，仿佛一切尽在他掌握之中的能力，几乎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吓坏了。强者，真正的强者就在他们眼前，在这位面前不能再有任何小动作，否则定会暴露无遗。然而楚风并没有理会任何一个人，而是一步一步地向那百炼翡翠石走去。这百炼翡翠石似乎蕴含着特殊的力量，若要楚风说，楚风也说不清。
总之，他在召唤着楚风，你到底有何魔力？看来还要我亲自感受。楚风说话间，便温柔地伸出了自己的右手，想将这百炼翡翠石取下。你是为百炼翡翠石而来？就在此时，那周宗之那无比惊讶的声音则随之响起。你有意见？楚风将冷漠的目光扫向了他。不敢，晚辈怎敢对您有意见？晚辈只是想提醒您，这百炼翡翠石没有人可以取下的，请您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才是。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，平日里霸道无比的周宗之，此刻竟然对楚风溜须拍马，尽显卑微。而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，表面上周宗之说着这样的话，实际上内心想的却是另一番话。任凭你有天大本事，可却也无法取走这百炼翡翠石。我就在这里看着你丢人。楚风没有再理会周宗之，而是直接用自己的右手伸向了那百炼翡翠石。下一刻，天地之间一片寂静，寂静到只能听到人们那激烈的心跳声。所有人都被惊呆了，尤其是那等着看好戏的周宗之，更是目瞪口呆。就连马月与田毅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断的揉搓着，因为那无人能够撼动的百炼翡翠石已经脱离了祭坛，捧在楚风的右手之中。原来如此，楚风手握这百炼翡翠石，嘴角扬起了一抹笑意。楚风发现了什么？淡淡好奇地问道。他虽然能与楚风共享视听，可却不知道楚风心中所想，也感受不到楚风此刻在百炼翡翠石上所感受到的东西。这百炼翡翠石内竟然另藏乾坤，暗藏着一个空间。楚风说道：竟有这等事情，那你能进去吗？女王大人问道。这个空间绝对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，但是我却可以。楚风自信地说道。此刻他不由得扫视了一眼众人，看着众人那目瞪口呆的惊讶模样，楚风越发确定这百炼翡翠石应该是田毅他们所说一样，绝对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取下来的。然而楚风不仅轻易地取了下来，还能感受到这百炼翡翠石内的空间。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问题，这百炼翡翠石与自己有着特殊的联系，就好像这百炼翡翠石就是为楚风而准备的一样。快进去看看，也许有宝物。女王大人兴奋地说道。楚风并未迟疑，而是直接身形一晃，顿时化作一道虚影，跃入了那百炼翡翠石之中。怎么回事？众人一直凝视着楚风，清晰地看到了先前发生的一切。在他们看来，楚风被那百炼翡翠石吸入了其中。然而在此之前，他们从未听说过百炼翡翠石还有这种特殊的能力。一时之间，人们更是吓得不轻，一个个向后退去，不由自主地开始与那百炼翡翠石保持距离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莫非是他触发了百炼翡翠石的力量，被百炼翡翠石炼化了？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楚风是被那百炼翡翠石给杀了，而与此同时，楚风已经进入了那百炼翡翠石之内。这是一个独立的空间，虽然空间不大，最多能够容下100人，但这空间的四周却如翡翠一般，幽绿明亮，闪烁着微光。那材质与百炼翡翠石很像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然而观察一番之后，女王大人却是目露失望之色。她本来以为这空间内会有一些机缘，然而眼前所见却是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不，此处并非什么都没有，我已经能够确定，这里一定是我楚氏天族的前辈，为楚氏天族的后辈所留下的。与女王大人的失望相比，楚风则一脸的激动。楚风，你是感受到了什么？女王大人激动地问道。天地能量，修武之道，此处皆有。楚风说道。你的意思是？女王大人那激动的小脸上也是露出了兴奋之色。聪明伶俐的她已经猜到了一些，此处是楚氏天族前辈精心留下的宝藏，我不仅能够获得大量的天地能量，更是可以快速的突破瓶颈，直接突破修为。楚风说道。既然如此，还不快练化？女王大人比楚风还要迫不及待，毕竟眼下楚风最需要的就是快点突破修为，而眼前的机遇简直就是为雪中送炭，发现的太及时了。只是身在此处，怕是也无法躲过神雷的惩罚。为了谨慎起见，我还是要布置结界。楚风说话之间，便布置了一层结界，依附在这空间的翡翠墙壁之上。做完了这些准备之后，楚风便盘坐下，专心炼化。此处的天地能量很是充足，可是楚风的炼化能力却是更胜一筹。不过瞬间的功夫，楚风就已经将此处的天地能量全部炼化。换作半祖之前，楚风的修为理当直接突破，可是现如今，楚风已经受瓶颈的阻拦，修武之路早不如当初那么平坦。楚风深知此事，于是无论是休息、是赶路或身处何地，楚风都在感悟修武之道。这样的修炼从未停止，而此等努力并未白费，这对楚风是有帮助的。所以当楚风遇到眼前的第一重瓶颈，那突破6品半祖的关口之时，楚风不靠任何外力，也无需浪费时间感悟，只是凭借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与感悟，楚风便冲破了这道瓶颈。然而此刻楚风的修为并没有立刻突破，反而眉头紧皱，睁开双眼望向了天空道：糟了，怎么了？女王大人不解地问道。如今我将突破的乃是6品半祖，我将承受的将是那神罚5/10的力量，而这个力量将不再是无形。我急于突破，竟然忘记了此事。楚风说道。那会怎样？女王大人问道。除非这百炼翡翠石能够有特殊的力量将神雷隐藏，否则怕是要引起轰动了。楚风说道。此刻百炼翡翠石外，这百炼场之中，所有人都在仰头观望，目露惊恐之色。虽然这百炼场被结界阵法所封锁，可是从内向外观看，却是能够看到天空的。而眼下天空深处乌云滚滚，雷鸣闪烁，阵阵轰鸣刺破天空，震动大地，乌云闪电。人们常见，如他们这样的修武者，更是可以轻易的影响天气变化。按理来说，这本是非常寻常之事，没有人会去在意。然而此刻人们所见的却是与众不同。首先，那乌云闪电，深处天际深处，那
乃是修武者也无法到达的高度。那里出现此等景象，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而那乌云面积虽不是很广，可滚滚翻腾之间，却40万千恶魔交织成的大军在天际奔腾，给人一种极为痛苦的压迫感，恐怖到令人窒息。但那闪烁在乌云之中的雷电，更是令人惊恐的根源。那雷太恐怖，绝对不是普通的雷，更像是龙。那是雷龙，威力无穷，可开天辟地，可灭众生。此等景象对于他们来说，当真恐怖至极，哪怕众位修武者也是被吓得不轻，因为他们知道，那雷若是击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必死无疑。事实上，天空的变化不仅百炼场内的人注意到了，就连百炼场之外的护阵一族之人也都注意到了。眼下，以护阵一族的族长为首，齐齐刷刷地站在天空之上，凝视着天空深处的一幕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相同的表情，不安。那是什么？护阵一族族长的眉头越皱越深，他不知道那乌云内闪烁的雷霆究竟有着怎样的威力，可是他却能够意识到，那是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。若是那雷霆突破乌云，劈落而下，无论落在何处，都将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祸。怎么回事？那雷的气息怎么如此恐怖？就连在百炼场之内，正在急速赶路的孔征以及护炫义等人，也是止住了步伐，用那不安的目光注视着虚空。忽然之间，一声巨响自那天际深处传来。糟了！这一刻，所有人的内心都是不安到了极点，因为他们发现一道雷霆已经突破了乌云，劈落而下，竟向他们所在的位置笔直而来。天哪！那雷竟是冲着我们来的！快跑！大家快跑啊！这一刻，那围在祭坛四周的人，一个个吓得脸色苍白，抱头鼠窜。不，没用的，来不及了，我们都逃不过。然而，如马月等人却并没有逃，他们不是不想逃，只是他们已经看出了这道雷的威力，这是他们所躲不过的劫难。而那雷实在太强，不仅威势惊人，就连速度也是极快，不过瞬间竟已劈落而下。然而，当那恐怖的雷霆从天而降，落入百炼场之后，却并没有造成可怕的破坏。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，深感不解。他们想不通，如此恐怖的雷既然落下，怎么可能不造成任何的破坏？甚至就连百炼场上方的守护结界都没有丝毫破损，那雷就仿佛是一道光影一般，就那样穿透而过。但若说最为惊讶的，却还要数那些身在祭坛周围的马月等人，他们一个个的瞠目结舌，用那瞪大的双眼注视着落在地上的百炼翡翠石，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之色。你们看到没有？你们看到刚刚所发生的了吗？周宗之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，于是向旁人询问。看见了，那雷竟然如楚风一样被百炼翡翠石吸了进去。众人纷纷说道：怎么回事？是那百炼翡翠石救了我们，还是说那雷本就是百炼翡翠石所引起，是在警示我们，它神圣不可侵犯，谁都不能动它？可怕，太可怕了！不愧是远古之物，果然非我等可触犯的。那个不知死活的家伙，当真是闯了弥天大祸。众人心神未定，纷纷起身想要脱逃，因为他们都觉得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这百炼翡翠石。站住，都留在此处，谁都不许走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那周宗之却是突然放话：周大哥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必须离开。有人劝道：愚钝，那雷若是要伤我们，我们谁都逃不掉。只要身在这百炼场内，无论逃到哪里，都是一个结果，那便是死。周宗之说道：难道我们就在这里等死？有人问道：不是等死，而是等长老大人过来。这种情况不可能只有我们发现，想必护阵一族的诸位长老们很快就会赶到此处。不仅他们会来，甚至那从未现身的族长大人也会来。毕竟先前的景象的确太过骇人，而他们不明情况，定然一头雾水。可我们却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才引发了这场灾祸，所以我们都要留下来，然后如实向长老们禀告此事。到时我们也算立下了大功，定能得到重赏。周宗之说道：还是周大哥英明啊！此刻人们终于明白了周宗之的想法，一个个露出了赞赏的表情。不能让前辈被护阵一族的人抓到，我们必须帮忙。得知计划后，马月说道：可是我们该怎么帮啊？我们就连那位前辈是生是死都不知道。田毅有些迷茫，不管如何都要试一试。马月说话之间便掠向了祭坛，摸向了百炼翡翠石，竟想将百炼翡翠石带走。然而那看似普通的百炼翡翠石，马月却根本无法撼动，任凭他使出再大的力气，也无法挪动那百炼翡翠石分毫。哈哈哈，马月，你也太痴心妄想了！这百炼翡翠石自古以来无人能够撼动，就凭你，还是别浪费力气了。再者说，你的那个前辈已经死了。周宗之讽刺地说道：闭嘴！前辈他实力强横，乃是仙袍界灵师，绝对不可能死。马月怒喝道：仙袍界灵师！原来那是一位仙袍界灵师。听得马月之话，众人又是神色一变。对于他们这些来自下界的人来说，仙袍界灵师乃是传说，所以得知楚风乃是仙袍界灵师后，楚风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变得更加敬畏起来。哼，那又如何？他已经被吸入了百炼翡翠石之内，而那道可怕的雷电也被吸入了百炼翡翠石之内。就算他是仙袍界灵师，也绝不可能抵挡住那雷霆的力量，他必死无疑，绝对死了。周宗之恶狠狠地说道：其实他很怕楚风没死，因为对于他来说，仙袍界灵师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有这样的人为马月撑腰，他心中很是不安。你给我闭嘴！马月说话之间，一拳轰出，那周宗之便被轰得飞起，落地之时连连翻滚。马月，你欺我受伤，待我伤势好转，定要扒了你的皮！周宗之气得咬牙切齿。虽然马月这一击对他来说没有造成什么伤害，可却让他感觉自尊受辱，难以接受。而与此同时，在那百炼翡翠石的空间之内，那道神雷已经不见了，唯有楚风还盘坐在当中，并且楚风的气息正在攀升，不过眨眼之间便从5品半组提升到了6品半组，成功了！楚风，
你好厉害！那神雷那么恐怖，你竟然扛了下来！你通过了神雷的考验，已经成功的成为了6品半祖。女王大人兴奋不已，因为先前她也是终于亲眼的见到了那神雷的模样，只是看到她便能够想象出那神雷的恐怖。在她看来，那神雷太强，以楚风现在的修为是根本抵挡不住的才对。然而楚风却挡了下来，这让女王大人感到非常的骄傲，为楚风感到自豪。这雷的力量的确很强，不过真正的威力与见到的威势相比，却是相差极大，否则我也不可能挡下来。楚风说道：原来是这样，莫非还是因为这结界的原因，所以才使得那神雷的威力减弱了？女王大人问道。不，它是不仅是结界的原因，而是另有缘由。因为神雷落在我身上的真正威力，与我看到它时所感受到的威势真的相差太多，可能就算是神雷惩罚于我，也并没有释放出真正的力量吧。因为若是神雷的威力与那威势相同，怕是没人能够抗得下来。楚风说道。管他呢，反正你成功突破，已是6品半祖，走出去吧。先前的神雷威势太强，若是外面的人也看得到，定要引起轰动，怕是护阵一族的人将会赶来。女王大人说道。护阵一族的人若要抓我，我怕是逃不掉了，索性还是先不走了。楚风说道。不走，那你要干嘛？女王大人一脸的不解。继续突破。楚风说道。不是吧，你还要继续突破？可是女王大人又惊又喜，同时也感觉有些不可思议。毕竟她知道楚风丹田之内的天地能量其实早就积攒到了足以突破到9品半祖的地步，而楚风之所以迟迟未能突破，就是因为如今楚风也如其他修武者一般，要面临着修武一途的重重关卡。那屏障是横在前方的门，不是有着足够的天地能量便能冲破它的，而是要靠着对修武一途的理解，要靠独有的智慧，要靠修武的感悟去破解它才行。之前楚风能够快速的突破到5品半祖，是因为那月光仙灵花的根，那根不仅蕴含着浓郁的天地能量、凶残的狂暴之力，并且还蕴含着修武之道，所以当时只要楚风能够将那月光仙灵花的根的炼化，就足以突破。至于先前楚风之所以能够突破到6品半祖，在蛋蛋看来，那是因为楚风炼化了此处的天地能量。因为楚风自己说过，此处不仅蕴含着浓郁的天地能量，也同样蕴含着修武之道，那应该是楚氏天族的前辈留下来的机缘与宝藏，足以突破修为的宝藏。所以在蛋蛋来看，楚风先前能够突破，虽然与这段时间的修炼以及感悟有着巨大的关系，但同时与此处那交织在天地能量之中的修武之道才是关键所在。简单的说，对于现在的楚风来说，能否突破修为，天地能量早就不是关键，关键的是他对修武一途的感悟，也就是所谓的修武之道。但是蛋蛋想不通的是，楚风先前已经凭借在此处领悟到的修武之道突破了，现在怎么可能还会继续突破呢？莫非楚风在此处的收获这么大，领悟到了可以连续他突破2重修为的东西？蛋蛋，我若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一定是以为我先前突破之时就运用了在此处领悟到的修武之道吧？其实不然，在得到此处的修武之道之前，我自身对修武一途就已经领悟到了不少，只是我不知道我领悟到的修武之道能否帮助我突破，所以一直没有尝试突破。但是先前突破的时候，我发现原来我自己所领悟的那些就足以突破。楚风说道。这么说来，你先前的突破与此处并无关系，而是单纯的靠你自己。女王大人很是惊讶。楚风点了点头。小子，你可真是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给本女王争光了呀。女王大人赞不绝口。所以啊，我之前自身的修炼就已经对修武一途有了新的理解，若是再加上我在此处所领悟的新的东西的话，我也许是可以尝试突破到7品半祖的。楚风说道。好，真是好，简直好到不能再好了，竟然能够连续突破2重修为，此行不虚，此行不虚啊！女王大人兴奋不已，就仿佛这是她遇到的喜事，竟比楚风还要高兴。的确是不枉此行，虽然明知道那位楚氏天族的前辈不是特意将这些为我留下来的，但是能够得到这些，还是打心眼里感激的，因为他留下的修武之道的确深刻之极，若是要我自己领悟，怕是要耗费许久时间。楚风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当真是满怀感激，因为此处蕴含的修武之道与在尊者遗迹内所碰到的不同，尊者遗迹内的修武之道乃是一道道谜题，唯有楚风自己去解开一道，才能获得一些修武之道。而若想要领悟尊者遗迹内的所有修武之道，就必须解开所有谜题，那些谜题太难，楚风也没有把握全部解开。但是此处的修武之道并不是谜题的形式，而是就这样放在这里，楚风触手可得。可是修武之道这种东西，往往是意会却不能言传的，能够将自身的领悟转化为修武之道传承他人，足以说明那位前辈下了不少功夫。这番苦心被楚风得到了，楚风又怎能不感激？好了，别感慨了，当务之急是趁着你脑海清晰，赶紧突破，否则过了这段，也许你再突破就难了。女王大人忽然脸色一变，催促起来。尽管她是戒灵，可她却也知道突破修武屏障有多难，这不仅对天地能量、对修武一途的理解有着至关重要的要求，就连对自身状态也有着极大的要求，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闭关修炼，突破数载却也失败了。而眼下楚风明显状态良好，所以女王大人不想楚风浪费时间，更不想楚风错过这次机会。遵命，我的女王大人。楚风嘿嘿一笑，随后也不敢怠慢，他再度闭上双眼，凝聚精神，便开始运用自己之前所感悟的，以及自此处所领悟的所有关于修武一途的秘密，尝试着破解开那横在7品半祖的大门。这一次相比于第一次，楚风所耗费的时间的确长了不少，这让女王大人的精致的小脸变得异常紧张，因为她很怕楚风失败。毕竟这么久以来，楚风只要认真的突破修为，还从没有失败过，而这一次她也不想楚风失败，她怕
这回打击楚风的自信心，会影响到楚风日后的成就。然而女王大人却并不知道，她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尽管此次楚风所用的时间的确久了一点，可是最终他还是成功了。可是因为神罚玄宫的存在，当楚风成功突破后，最先变化的并非是修为，而是那天际深处，在那个连修武者都难以到达的天际深处，已经散去的乌云，已经消失的神雷再度出现，并且这一次的威势比之先前还要恐怖得多。又来！天哪，那可怕的雷又出现了！怎么回事？这一次的压迫感竟比先前还要可怕。看着天空的变化，人们脸色大变。尽管周宗之先前已经提醒过他们，可是当再次看到这恐怖的雷霆在天际涌动，许多人还是无法克服恐惧的内心，开始四散而逃。玉儿，快逃！那神雷要落下来了，你在此处定然要被劈死的。见此一幕，田毅慌了，赶忙冲上前来，想将那马月带走。毕竟此刻的马月可不仅仅是站在祭坛附近，他双手就紧紧地抓住百炼翡翠石。不，我不能就这样放弃，我不能弃前辈而不顾。马月倔强地说道。那我陪你。田毅见拉不动马月，并没有一个人逃离，而是自己伸出双手，用尽自己的全部力气，想要帮助马月将那百炼翡翠石给抬走。可是任凭他们使出再多手段，却也依旧无法挪动那百炼翡翠石分毫。哈哈，两个无知的蠢东西，你们站在那里就等着被雷劈死吧！周宗之讽刺地大笑着，在他看来，站在祭坛附近是安全的，可是与百炼翡翠石靠得那么近，那可就是找死了。而就在此时，那道神雷终于突破云层，劈落而下，笔直地向那百炼翡翠石轰来。眼见着神雷落下，光芒普照大地，觉得必死无疑的马月与田毅终于放开了手中的百炼翡翠石，二人相拥在了一起，做好了一起去死的准备。不是吧？下一刻，围观之人再度神色大变，因为他们亲眼所见，那恐怖的神雷就与马月与田毅擦身而过，可是却没有伤害他们，反而是与先前一样，就那样进入了百炼翡翠石之中。我们还活着！马月与田毅一脸的诧异，他们都不敢相信，此刻他们还活着。毕竟他们二人距离那百炼翡翠石的距离那么近，所以先前可谓是真正的感受到了那雷霆的恐怖，那种恐怖难以形容。若非要形容的话，那将成为他们永生永世的噩梦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震惊之余，马月与田毅再度将目光投向了百炼翡翠石。此刻，二人的目光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他们越发的觉得这百炼翡翠石深不可测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那恐怖的雷霆一定是由这百炼翡翠石所引起的，而能够引起那样恐怖的雷霆，这更说明了百炼翡翠石的厉害。嗖嗖嗖！然而就在这时，数道身影便飞掠而来，落在了祭坛之外，而这些人正是孔征以及护炫一等护阵一族的长老们。拜见诸位长老大人！见状，来自下界的众人不敢怠慢，赶忙跪在地上施以大礼，并且他们的神色异常紧张，尤其是面对护炫一，甚至不敢与其对视。虽然护炫一的实力与其他长老一样，皆是半祖巅峰，但是护炫一在护阵一族内身份特殊，在这百炼场内的掌握着很大的权力，可以说是下界众人最惧怕的一位长老。你们刚才可有看到两道雷霆落下？那两道雷霆究竟落在了哪里？护炫一指着众人问道，因为他们分明见到那两道雷霆先后所落下的方向皆是祭坛这里。长老大人，我们见到了，那雷霆是百炼翡翠石引起的。周宗之的声音忽然传来。周宗之，众位长老顺身观望，顿时一愣，因为此刻的周宗之不仅被打得面目全非，浑身是血，就连站起来行走的力气都没有，一边说话一边向他们的方向爬行，那叫一个悲惨。周宗之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是谁将你打伤的？看到这样的周宗之，众位长老都很是吃惊。莫非忽然一位长老想到了什么，随后将目光投向了马月，怒喝道：马月，你怎么能下如此毒手？傻了吗？周宗之现在已是4品半祖，而马月只是3品半祖，马月怎么可能将周宗之打成这个模样？护炫一说道。可是那位先前斥责马月的长老四下观望，他的意思是此处除了马月，也没有人会对周宗之出手才对。长老大人，我的确不是被马月打伤，可打伤我的人却与马月有着很大的关系。周宗之趁机赶忙告状，与马月有关系？什么人能够将你打伤，又与马月有关系？是谁？快说！有长老问道。等一等，此事先放下。周宗之，你刚才说那恐怖的雷霆是由百炼翡翠石引起的，还有这百炼翡翠石好端端的怎么会换了位置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如实说来。护炫一说道。长老大人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周宗之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了护炫一等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一个自称祖武下界的人来到此处，他挪动了百炼翡翠石，然后激怒了百炼翡翠石，百炼翡翠石先是将其炼化，随后又引起了那两道雷霆落下。护炫一满面吃惊地问道。他不太相信周宗之所说的话，不仅他不相信，就连其他长老也不太相信。先不说百炼翡翠石能否引发那般恐怖的雷霆，最重要的是那百炼翡翠石本无人可以撼动，那个家伙怎么就撼动了？长老大人，千真万确啊！周宗之不敢欺瞒长老大人，您若是不信，可以问问他们，他们都可以作证啊。周宗之保证道。长老大人，的确就如周大哥所说一样，一切都是那个自称来自祖武下界的家伙引起的。众人纷纷附和。你和我形容一下那个家伙的容貌。就在此时，孔征站了出来。这位是……然而面对这个生面孔，周宗之等人却是目露迟疑。他乃是孔氏天族的孔征少爷，他问什么，你们如实回答便是。护炫一命令道。原来是孔氏天族的少爷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孔征少爷不要怪罪才是。这一刻，周宗之赶忙施礼认错，拜见孔征少爷。与此同时，
就连其他人竟也纷纷向孔征施礼。尽管他们身在百炼场之中，可却也听说过外面的情况。而孔氏天族身为百炼凡界最强的4座势力之一，他们自然清楚。可以说，孔氏天族是他们连做梦都想要攀上关系的庞然大物。现如今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少爷，他们怎敢不敬？少废话，快说！孔征打心眼里看不起周宗之等人，所以无论对方如何对待自己，他都是看不起。而周宗之也不敢怠慢，赶忙将楚风的模样形容给周宗等人听。怎么可能？而听过周宗之的形容后，孔征脸色顿时大变，随后便看向了护炫一，竟然面露怒容，说道：“你不是说那楚风一定不会进来吗？可他怎么进来了？竟然还比我先到达了这里。你是说那个自称来自祖武下界，还撼动了百炼翡翠石的，就是那个楚风？不可能啊！在你之前，百炼场的大门从未打开，他不可能进来才是。”护炫一也是一脸的惊讶，真的没有打开过？孔征问道。没有，当真是没有。还不待护炫一回答，在场的其他长老便齐声说道：“莫非不是楚风？可是他形容的也未免与楚风太像了。”此刻孔征也是目光闪烁不定，陷入了迷茫之中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我来此处为的就是这百炼翡翠石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只要百炼翡翠石还在就好。孔征说话间便向那百炼翡翠石走去。孔征少爷，不要过去，若真如他们所说，那神雷是百炼翡翠石引起，那此刻的百炼翡翠石未免太过危险，您还是不要靠近为好。护炫一阻拦道：“哼，就算再危险，我也要拿，谁都不要拦我。”孔征决心已定，也不管护炫一等人的劝阻，大步迈开便登上了祭坛。看来这护镇一族的族长欺骗了我，什么没人能够撼动？你这不是已经被人撼动了吗？孔征看着那百炼翡翠石淡淡一笑，本来他心中也一丝担心，害怕自己无法撼动这百炼翡翠石，毕竟来此前自己保证过，若是失败了，那多丢人。但是现在他当真是一丝担心都没有了。向来自信的他觉得，只要有人能够撼动，那他也一定可以。随后他撸起了袖子，便俯下身来，自信满满的摸向了那百炼翡翠石。然而此刻孔征的目光顿时一变，有些慌了。他惊愕地发现，这个看似很是普通的石头，他竟然难以抬起来。我就不信了！孔征说话之间，眼中顿时雷霆闪烁。他不仅将雷霆铠甲、雷霆羽翼施展而出，甚至还动用了一种可以增强他力量的天境武技。好厉害！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级血脉吗？不愧是孔氏天族的少爷，此等威势简直太过惊人了。看到孔征所释放出到了雷霆，周宗之等人赞叹不已。此时此刻，他们丝毫不怀疑这孔征的能力，都觉得孔征一定可以将这百炼翡翠石给抬起来。毕竟在此之前，已经有人做到了，在他们看来，那种来自祖武下界的人都能做到，更何况是孔征这样的绝世奇才。而就在众人注视之下，孔征忽然大喝一声，与此同时，一股磅礴的气息更是自其体内散发而出。此时此刻，只见其青筋暴起，浑身发红，简直是将体内所有的力量都在这一瞬间爆发而出。然而这一刻，众人却是目瞪口呆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因为哪怕孔征释放出了如此强大的威势，施展出了如此大的本事，但那百炼翡翠石却是一动未动。愤怒的声音响彻着，汹涌的气息更是排山倒海的吹动树木。孔征不甘心，仍在继续努力，然而他却始终未能撼动那百炼翡翠石，竟然连天级血脉拥有者也无法撼动这百炼翡翠石吗？可是先前那个家伙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眼下人们已经相信孔征是无法撼动百炼翡翠石了，可越是如此，人们越是感到震惊，震惊于楚风的实力。先前真的有人撼动了这百炼翡翠石。努力无果之后，孔征对周宗之等人问道：“的确是撼动了，否则也不可能引起那雷霆落下啊。”周宗之磕磕巴巴地说道。面对孔征，他有些胆怯：“不可能，这百炼翡翠石连我都无法撼动，怎么可能有人撼动？”孔征大声吼道。此刻他一脸的坚决，就仿佛他说的是真理，而实际上他很心虚，因为若真的有人做到了，而他没做到，那也未免太丢人了一些，这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。而在场的都不是傻子，都看出来孔征不高兴了。再碍于孔征那特殊的身份，自然没有人敢反驳他的意思，所以哪怕亲眼见到楚风撼动百炼翡翠石的人，也不敢再说话。一时之间，此处鸦雀无声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那百炼翡翠石之中忽然射出一道虚影，那虚影很快便化为实体，变成了一个人。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楚风。是他！长老大人，孔征少爷，那个自称来自祖武下界，随后撼动了百炼翡翠石的就是他，是他引起了百炼翡翠石的不悦，才遭受天谴，引来了那可怕的雷霆。可是他怎么会还活着？周宗之等人震惊不已，被吓得不轻。先不说楚风是不是被百炼翡翠石炼化了，要知道那两道可怕的雷霆可都进入百炼翡翠石之中了，按理来说楚风不可能活着才是，怎么现在不仅安然无恙，并且看那脸色竟比进入百炼翡翠石之前还要精神百倍？楚风，竟然真的是你！孔征看到楚风，顿时神色大变，因为这验证了他的猜测是对的，楚风竟然真的进入了百炼场，他就是楚风。他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一刻，就连护炫一等人也是吃惊的很。先前将百炼翡翠石挪了位置的是你？孔征对楚风问道。是我，怎么了？楚风笑眯眯地问道。此刻他与孔征不过3米的距离，二人如此之近，可楚风却完全不将孔征放在眼中，因为现在的楚风早已不是当日的楚风。楚风承受住了第2道神雷的惩罚，已经成功连续突破2重修为，成为了7品半祖。当初楚风身为5品半祖，比孔征低了1品修为之时，都尚且能将孔征打伤，更何况现在是7品半祖，比孔征高了1品修为，哪怕
孔征有只保护体，可凭借现在的修为，楚风也有把握将这护炫仪彻底击败。我不信，这百炼翡翠石连我都无法撼动，你怎么可能将其挪动？说你到底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，才让这百炼翡翠石挪动，从而引来了雷霆，遭受了天谴的？孔征大声问道，就像在审问犯人一般。卑鄙手段！楚风轻哼一声，随后便俯下身来，伸出右手，就那样轻描淡写的将那百炼翡翠石给拿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就是你所谓的卑鄙手段吗？”这个家伙的这一刻，莫说旁人震惊不已，就连孔征也是惊得倒退几步，一张脸上满是吃惊之色。因为孔征深知这百炼翡翠石的厉害，他用尽了手段，都无法将这百炼翡翠石挪动分毫。但是现在，楚风竟然这般轻描淡写的就将百炼翡翠石给捧在了手中，差距如此之大，这叫他怎能不惊？不，你一定是用了什么妖法？对，你是仙袍界灵师，你一定是使用了特殊手段，否则你怎么可能将这百炼翡翠石捧起来？孔征说道。因为他不能接受楚风做到了他不能做到的事，所以想尽办法，找尽理由，也要把楚风这惊为天人的能力给抹除。妖法？既然我已经用了妖法，那你也可以抬起来了。楚风笑眯眯地问道。当然，孔征硬着头皮说道。在他看来，百炼翡翠石已被抬起，那么那特殊的魔力也该消失了。若是现在交到他手中，他也可以轻易地举起。那你试试。楚风说话间，便将手中的百炼翡翠石抛向了孔征。他不能够确定此刻的百炼翡翠石，孔征是否能够捧起，但是楚风也不怕，因为就算孔征能够抬起此刻的百炼翡翠石，以楚风的实力，也可以将其给强行夺回来。真是愚蠢！见楚风真的将百炼翡翠石抛给自己，孔征的嘴角洋溢起了讽刺的笑容。在他看来，楚风若不将百炼翡翠石抬起，他是根本无法将百炼翡翠石带走的。但是现在，楚风可是帮了他大忙了。哎呦！然而下一刻，孔征便发出了一声惨叫，因为当他的双手与百炼翡翠石接触的一刹那，竟惊愕地发现，这看似寻常的百炼翡翠石竟变得无比沉重，他根本无法承受这股力量，所以他不仅摔了一个大跟头，双手还被百炼翡翠石压在了祭坛之上，一动也不能动。天哪！看到这一幕，人们神色又是一变，因为孔征的此举再度证明了这百炼翡翠石的非同小可，同时也是明确地证明了楚风的不同凡响。否则，为什么其他人无法撼动的东西，他可以那么轻而易举的就给抬起来？看来你根本驾驭不了这百炼翡翠石，所以你就别逞能了。楚风说话间，便将那百炼翡翠石给拿了起来，收入了乾坤袋之中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个家伙竟然能够做到这种事！这一刻，护炫一等护阵一族的长老一个个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么多年了，为了挪动这百炼翡翠石，几乎什么方法都用过，其中便也包括了用乾坤袋直接将这百炼翡翠石收走。但是无论是什么方法都没有用处。那个时候，人们觉得这百炼翡翠石几乎是无法撼动的，或者说唯有实力极为强大者才能将其撼动，否则其他方法皆是无用。然而现在，当他们亲眼见到楚风将那百炼翡翠石收入乾坤袋后，他们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：原来重要的不是实力和手段，而是人。只要人对，那么任何手段都是有用；但是人若不对，任何手段便都是无用。然而这件事实在是太过惊人，让护炫一等人感到难以置信。楚风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？孔征被气得瑟瑟发抖，他依旧无法接受楚风强于他的事实。随便你怎么说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我能做到的事情，你做不到。就算我用了你所谓的妖法又如何？我会的，你依然不会。简单的说，你就是不如我。楚风知道孔征自尊心极强，此刻也不留情，毫不客气地打击孔征的自尊心。果不其然，被楚风的一番羞辱之后，孔征找不到反驳的话语，竟被气得连连倒退，随后脸色一白，嘴巴一张，噗的一声，一大口鲜血便喷了出来。他竟被楚风气得吐血。看着以前发生的一切，人们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他们惊愕地发现，这个楚风不仅实力过人，这口才也是利奥的，竟能硬生生将一个人气得吐血，这简直是他们见所未见的事情。然而在吐血之后，孔征竟然诡异地大笑起来。他这一笑，所有人都是一脸的迷茫，一头的雾水，不知道这孔征究竟是卖什么关子。眼前的情况可谓让孔征丢尽了脸面，他似乎找不到这般大笑的理由吧。楚风，就算你能撼动百炼翡翠石又如何？你可不要忘记，在来此的路上，你被本少爷打得落荒而逃。孔征对楚风说道。什么？楚风曾被孔征打得落荒而逃？听得此话，众人的第一反应是惊讶，因为他们并不觉得楚风会败给孔征。而对于孔征的问题，楚风则是淡淡一笑。你笑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你没有落荒而逃吗？孔征继续逼问，情绪变得激动起来，因为他是真的想迫切地挽回颜面。对，我是逃了，那又怎样？楚风面带微笑，始终平静如水。不是吧？那楚风竟然真的被孔征打得落荒而逃？莫非孔征的实力要在楚风之上？而楚风这一回答，顿时在众人心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本来经过前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，他们都觉得楚风的实力是强于孔征的，但是现在他们惊愕地发现，显然他们的猜测是不对的。毕竟就连楚风自己都承认了他被孔征打得落荒而逃的事情。此时此刻，众人心中的落差感是极大的。你承认就好。孔征耳听八方，听到了众人的议论之声。此刻他那原本苍白的脸色终于变得红润了一些，因为他觉得在众人心中，他先前丢失的颜面终于找回来了一些。而接下来他准备继续找回颜面，将楚风踩在他的脚下，以此来证明他才是天才的事实。我是承认了，可我很好奇，你想如何？楚风笑眯眯地对孔征问道。尽管他在提问，
可那神态自若的模样，就仿佛他早就看透了孔征一般。我想怎样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那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就算我无法撼动百炼翡翠石，但是这场比拼还是我赢了，因为只要我将你击败，然后再把你带回去。孔征对楚风说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若是这样的话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”楚风笑着摇了摇头，这是赤裸裸的嘲讽，嘲笑孔征的无知。我失望？为什么？然而孔征却是微微一愣，不明白楚风的意思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只见楚风身形一动，竟如同鬼魅一般来到了孔征的身前。随后楚风一拳轰出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那轰出的一拳便落在了孔征的小腹之上。一切发生的太快，孔征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被轰飞而去。落地之时，连连翻滚。这一刻，众人神色又是一变，纷纷露出了吃惊状。怎么回事？先前不还说楚风打不过孔征，曾被孔征打得落荒而逃吗？现在这又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楚风只是一击便将孔征给打飞了？你的修为怎么会是7品半祖？孔征一只手捂着小腹，一只手撑着地，满面痛苦，勉勉强强地爬了起来。只是在他的眼中充满了震惊之色。谁告诉你我不是7品半祖的？楚风笑眯眯地说道，那个目光充满了藐视之意，就仿佛是一只经验丰富的老猫在玩弄一只刚刚出生的小老鼠，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你果然是隐藏了修为，难怪你这个卑鄙小人竟然隐藏修为欺骗我！孔征气得咬牙切齿，此刻他已经断定楚风从一开始就不是5品半祖，而是7品半祖，只是为了让他轻敌，才故意隐藏了修为。而看着孔征那个模样，楚风嘴角的笑意却是越来越浓。楚风的修为怎么回事？他自己最清楚。进入百炼场之前，的确还只是5品半祖，现在这7品半祖的修为，乃是在百炼翡翠石内连续突破而来。不过，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他有意引导孔征，让孔征觉得楚风一开始就是7品半祖。而现在，他的目的显然已经达成了。顾炫一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此人擅闯百炼场，还将百炼翡翠石盗走，你身为此处长老，还不快将他就地正法？这孔征果然凶狠，他自己斗不过楚风，便让顾炫一出手，甚至还想让顾炫一直接将楚风给杀了。楚风，你是怎么来到此处的？此刻，顾炫一也是站了出来，以那冷冽的语气对楚风发问，可谓来者不善。楚风，告诉他你的身份。既然此处是楚氏天族所创，那他若知道你的身份，定然不敢为难于你。女王大人说道，我为百炼翡翠石而来，不过怎么来到此处的，怕是不能告诉你。楚风对顾炫一说道，楚风，你怎么不说明你的身份？女王大人很是诧异，因为楚风显然违背了他的意思。但我楚风如今并不算是楚氏天族之人，所以就算遇到困难，我也不想借用楚氏天族的名号来摆脱困境，否则我便辱没了我父亲对我的期望。楚风说道。女王大人气得小脸通红，但是很快的，她又长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可是眼前的局面，你又打算怎么做？若是他们打算和解，那自然是最好；如若不然，那我便要硬闯了。楚风说道。你当真不说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而就在这时，那位护炫一长老再度凝声问道。与此同时，剩下的护镇一族长老早已将楚风团团围住，封锁了楚风的退路。见到这个局面，楚风用手触摸额头，摇头之间淡淡一笑道，看来还真是要硬闯了。